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，我是郝廣才。阿葉，我問你，幫助窮人和消除貧窮，哪一個慈善的效果大？幫助是一時的，消除則是長遠，當然是消除貧窮大。如果消除貧窮是大慈善，人類發明中最偉大的慈善是什麼？最偉大的慈善是什麼？資本主義啊，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，普通人可以享受汽車、冰箱、電視、電話、手機，這些都是連古代帝王都沒有辦法得到的便利和財富。這是不是工業革命的結果嗎？是的，但你看這一張圖表，農業社會經過了幾千年，但是人類總體的財富在那個期間幾乎是固定不動的。直到工業革命以後，財富突然直線暴增。你知道工業革命的財富是在哪一種國家開花結果的呢？應該是英國、美國，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嘛。我懂了，不走資本主義的國家，人民生活和古代一樣苦。那為什麼享受資本主義好處的人會仇視資本主義呢？你要開始講故事了吧？對，1956年6月15日，經濟學大師米塞斯出版了《反資本主義的心態》這本書。書中他就談到，人是在什麼樣的心理狀態下會反對讓人得到幸福的經濟制度呢？如果你收養一隻飢餓的狗，讓它吃飽過好，它就不會咬你。這就是狗和人的差別啊！人不合道理的行為，原因可不是簡單的忘恩負義，而是頭腦打結了，思考亂成一團。腦子的死結有什麼呢？第一個死結是資本主義的冷酷真相，自由市場的成敗全在你自己。在過去封建社會，用出身決定地位，誰家的爸爸是貴族，全家都是貴族，有封地可以收租。你爸爸是農奴，你就只能種人家的地吃苦啊。但你能說這都是命，怪上帝不怪我？對，我長這樣怪父母不怪我。但如果你賺錢少，不怪父母，要怪你。在資本主義中，法律上人人平等，能力決定了財富，自由市場是看你為消費者提供了多少價值。錢要買的是你的才華，不要你的靈魂。你窮不能怨天，又不想怨自己，最後只能怨誰？只能怨恨資本主義制度啦。但是資本主義下也有富爸爸和窮爸爸啊。美國10大富豪中有8個人的爸爸算窮的，例如首富伊隆馬斯克的爸爸，在他小時候都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，等到兒子變成首富了，他才出現，專門說兒子的壞話，向媒體爆料來賺錢。人為了逃避能力不足和市場淘汰的現實，會把責任推給貪婪邪惡的制度，這是心理自我防衛的人性啊。除了人性，還有什麼死結？第二個死結是知識分子的怨恨。知識分子自認為智慧和品味都優於一般大眾，他們應該得到更好的回報，但是市場給的是大眾化的商品得到暴利，像通俗小說、流行音樂、爆米花的無腦大片。所以人比人氣死人，知識分子不平衡，轉向支持由精英來分配價值和尊嚴的社會主義。對，第三個死結是大眾被進步慣壞了，他們不在意什麼經濟體制，
只在乎眼前的生活水準。人習慣把得到的視為理所當然，不會感謝出生在自由市場，只會抱怨錢都被資本家賺走了。其實真正的老闆不是資本家，而是消費者，每一天都在用自己手上的每一塊錢決定誰該倒閉，誰該發財。所以亨利·福特才會說，你們要搞清楚，發薪水給員工的不是老闆我，是顧客。那大眾從哪聽來要去恨資本主義呢？從知識分子那裡接過來的二手貨。其實傳播的人也不清楚自己到手的所謂知識已經是第幾手了，所以羅素才說，人天生只是無知，但愚蠢呢都是後天學來的。如果拿米塞斯70年前的書對照今日的世界來看呢？這本書像預言的魔鏡，可以反射真實的情境。我們把場景拉到今天的同學會來演一個實境秀。小東，你寫的存在主義的劇本何時要拍成電影？別提了，提起來也不存在。製作人說太深奧了，電影不是治失眠的藥，不拍了。你的報社如何呢？我的版面不存在了，人文版拉不到廣告，因為我讀的是哲學，卻把我調去消費版做女性主義商品的報道。你不是男的嗎？沒關係，也許我可以變性，那就沒人能開除我了。現在多元主義最大，變性的女人比女人大，還是阿南你厲害，早早擁抱數位游牧主義。你的網絡媒體流量很大吧？流量都是下廣告灌的。我們迎合市場，專門做怪力亂神、迷信加算命，居然遠遠落後自學水電工的網紅。今天存在不等於明天還存在。我現在是虛無主義加厭世主義。感覺大家都這麼的生存焦慮，為什麼同學會辦在這間高消費主義的俱樂部？因為是西董的關係。什麼西董東董？是每次考最後一名的阿西嗎？他能從哲學系畢業，都靠我們造他呀。是的，這間俱樂部是他朋友的。今天同學會他買單。那怎麼只開1961年的紅酒？人變資本家就變小氣嗎？阿西呢？同學配不上他的身價嗎？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罪。西董走進來說，啊，司理，臨時有個交易要處理，來晚了。1961年的怎麼樣？這麼貴的酒我都沒喝過，因為同學會，所以想一起喝個感情。你臨時談什麼生意？我們收購的科技公司臨時想把旗下賠錢的公司也打包賣給我們，裡面有電影、有報社、有網絡。你們猜為什麼會賠錢？是不夠資本主義，還是不夠迎合市場？剛好相反，他們一心迎合市場。問題是，市場不是預測的，是創造的。就像科技怎麼能預測呢？都是創造出來的。你有買下來嗎？如果沒有人才的話，不買的。但我想起同學你們幾個啊，可以，所以可以買。剛剛在殺價，越便宜買來，你們越有空間發揮嘛。哇，資本主義萬歲！這是樂觀主義的喜劇哦。悲觀的是，同學們吃飽以後去參加反資本主義大遊行。普通人根本不在乎經濟理論的，他們在乎的是眼前的生活。他們被灌輸資本主義創造的繁榮跟他們沒關，眼前的繁榮是建立在剝削之上。他們每天享受着資本主義帶來的低價商品和便利科技，卻在投票的時候選擇那些摧毀這些一切根基的政策。
人們反對資本主義，本質是在逃避自由帶來的責任。阿葉，社會和平的3大敵人你知道嗎？沒錢，沒錢，沒錢。開玩笑了，是哪3大？你說給我知道。1是對昨天錯誤的懊悔，2是對明天問題的焦慮，3呢，對今天擁有的福氣不知道感恩。但這就像柏拉圖在3000年前就說的洞穴預言一樣，騙子和傻子痛恨的不是說謊的人，而是什麼？有膽識揭穿謊言的人。哈哈哈哈哈哈。